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未来这2年最核心的星象转折点。如果你最近感觉生活处于一种特别微妙的阶段，就是你的现实生活好像已经被推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在你的内心深处，在意识层面依然感到迷茫、犹豫，甚至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那请你一定要把今天这期视频完整听完。因为从2026年8月开始，整个天象的能量场正在发生一次极其庞大的跨越。这个跨越就是北交点正式换座进入水瓶座。北交点会从2026年8月19日开始，一直在水瓶座停留到2028年的3月7日，大约2年的时间里，宇宙在用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告诉我们，旧的规则结束了，新的游戏玩法已经全面开启。配合着这2年密集的日月食重叠爆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次从内到外的重塑。想要看清未来2年的局势，我们必须先理顺这几场关键的日月食时间线。很多人以为命运的变化是一瞬间完成的，但宇宙的演进更像是在撞钟，它是一个过程，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掷地有声，也更加清晰。2026年总共有4次日月食，早在2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经历了一次水瓶座日食，接着3月是处女座月食，到了8月12日，我们迎来了极为关键的狮子座日食，而紧接着在8月28日又会发生双鱼座月食。这还没完，当我们跨过2026进入2027年的2月，宇宙又会再次安排一次水瓶座日食和一次处女座月食，直到2027年的8月，我们又将迎来一次狮子座日食和一次水瓶座月食。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2026年和2027年的日月食课题是高度重复、前后呼应的。宇宙为什么要在一个维度上重复撞钟？因为第一次撞响的时候，我们往往还很闷，潜意识里的旧课题和没有完成的遗憾会反复翻涌。只有当钟声一次又一次敲响，到了2027年的中下旬，那种迷茫才会彻底散去。你会猛然惊醒，发现自己不仅已经想明白了，而且不知不觉间，命运早把你推到了那条你本来就该走的轨道上。这就是日月食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它看似在逼你做重大决策，实际上是在矫正你的生命轨迹。那么北交点演化到水瓶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水瓶座代表的是科技、AI、生物科技、算法等等，以及最重要的4个字：去中心化。从上一个阶段的北交点双鱼演化到北交水瓶，预示着未来这2年，我们要完成一次从混沌到创新，从情绪缠绕到精神自由的飞跃。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人工智能遍地开花，各种应用型 AI 真正落地的黄金窗口期。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底层逻辑颠覆。在这个时代，个人的孤勇力量正在被大幅度削弱，而社群、组织、机构和平台的力量正在被无限放大。水瓶座的底层思维告诉我们，真正厉害的不再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到底有多强，而是你懂不懂得利用平台规则，你能不能熟练驾驭科技工具，你是否能够顺畅地融入一个社群，去杠杆化你的才华。这里就涉及到了2026年8月和2027年8月这2次非常特殊的狮子座日食。从表面上看，日食发生在狮子座，一定会极大程度地激发所有人的创造力、表现欲和才华，大家都会迫切地想要展现自我，想要被看见、被认可。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在于，这次日食伴随着南交点，这就说明，如果你依然死守着纯个人英雄主义，仅仅靠着个人的那点发光发热是远远不够的。把这个逻辑放到现实生活里，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扎心的现象，比如有才华、有创意的创作者越来越多，大家都在拼命卷内容，拼命展现自我，可是你个人的产出再精妙，也抵不过算法的一次改版，抵不过平台规则的重新洗牌。
在错误的路径上拼命展现才华，创意非但不能给你赋能，反而会变成一种无底洞般的内耗。为什么？就是因为方向错了。很多人还在用旧时代单打独斗做巨星的思维，去对抗新时代去中心化和算法分发的大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2026年的日月食让我们处于一种非常明显的过渡和割裂状态。现实层面的科技与趋势早已大步流星地迈入了新篇章，但我们情绪上根本还没有做好准备，因为在2026年，月食依然挂在双鱼座和处女座的轴线上。双鱼座带来的是看不清的迷茫与情绪执念，而处女座带来的是追求极致的完美主义。我们总想着等我准备的再完美一点，等我拿到最好的状态再出圈，结果却发现外部环境一天一个样。这种身比心快，决策比灵感快的错位感，会让人感到极度的焦虑。这种身心分离的迷茫期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8月。随着日月食的集体演化完成，我们的集体意识才算真正跟上了时代的脚步。明年年中，我们终于做好了准备，彻底搞懂了该如何与新趋势合作，知道了如何把个人的天分与才华丝滑地融入到科技大势和平台网络之中。这就是知行合一的起点。最后，我想重点和大家剖析一下眼前这场2026年8月的狮子座日食。这次日食之所以分量极重，是因为它不仅是一次日食，还恰逢木星停留在狮子座的黄金期，这完全可以被称为一次超级加强版日食。单看木星狮子的能量，这无疑是一个超级好运的信号，因为木星会为你带来才华的极致释放，带来财富爆发的契机，带来各种高光时刻、行业认可以及铺天盖地的肯定。但是由于南焦点狮子座的存在，这些看似泼天的富贵和好运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简单来说，北焦点水瓶座的爆发带来了一种现象，我把它称为才华的通货膨胀。因为科技和工具的普及，表达和创作的门槛被拉低了。当所有人的才华都在被放大时，单个人的才华自然就被稀释了。打个很现实的比方，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去面试，带去的作品集精美绝伦，放在以前绝对是抢手人才，但 HR 看完全部作品后，却只是礼貌地说：“你很优秀，但我们公司现在直接用了 AI 和平台协作工具，成本只有你的1/10，产出体量还是你的10倍。”于是，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并没有拿到他应有的待遇和报酬。这就是我所说的才华通胀。但这绝对不是劝大家躺平，也不是让你放弃展现优势。木星依然会放大你的光芒，但你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风口在哪里。未来的游戏法则不再是炫耀你个人有多能干，而是看你能不能借由科技的杠杆、平台的规则，把自己的优势成倍放大。好，那么聊完了整体的大势格局，接下来我们看看每个星座在未来这2年里，宇宙的这股巨浪究竟会把你推向哪里？首先是白羊座，在这2年的时间里，白羊座的朋友很多时候其实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感，就像是一直在幕后默默蓄力，或者在内心中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无人知晓的挣扎与自我疗愈，甚至常常觉得有些迷茫，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舞台。但从接下来的这2年开始，属于你的孤军奋战时代彻底过去了，你的核心会从个人的才华全面转向积极融入大群体、社交圈和各类平台。宇宙在提醒你，单打独斗的效率太低了，你需要学会借力，去找到能和你产生共鸣的社群，利用现有的团队和科技力量来放大你的声量。而在今年8月份，你在个人才华、创意创作上会迎来一次强烈的光芒爆发。你可能会找到能让你全身心投入的新项目，或者在人群中展现出令人瞩目的魅力。但一定要记住，不要只顾着自己一时爽快地去秀才华，
要把你这股惊艳的个人创造力接入到更大的平台或者团队网络里，这样你的才华才不会变成昙花一现的消耗，而是能为你换来源源不断的影响力。接下来说说金牛座。金牛座在这2年里其实一直在各种人际圈子、社群或者团队合作里摸索，甚至经历了不少圈子的洗牌和人情的冷暖。你可能总在思考，到底谁才是真正能和你站在一起的人？而从接下来这2年开始，你的重心会从社交应酬聚焦到事业发展以及社会影响力的打造上。这是你重新打造个人品牌，甚至借助新的科技工具完成职业赛道升级的关键2年。今年8月份，你的家庭生活、房屋、地产会发生一次非常重要的变动。你可能会处理房产事务，搬到一个新环境，或者有某个重要的家庭计划。这个重大调整是在为你接下来的事业腾飞铺平道路。只有当你内心感到足够踏实，基地无比稳固的时候，你才能心无旁骛地在事业的前线上冲锋陷阵，拿回属于你的权威与荣耀。再来看双子座。双子座的朋友在这2年里可以说是承受了一些事业转折和迷茫。你可能一直在传统的职业框架里妥协，感到有一种被体制或者旧规则束缚住的感觉。不过这2年，你的格局将彻底被打开，你的重心会全面转向眼界的提升、学习创作、跨界领域的探索，甚至是去海外或者通过互联网做跨区域的传播。这是你打破认知壁垒，打造个人思想知识体系的黄金期。接下来是巨蟹座。在这2年，你一直在精神层面寻觅，可能看透了很多虚无的东西，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跳跃，甚至觉得自己的理想总是飘在空中落不了地。但马上宇宙要带你落地了，你的核心重心会全面转向财务、资源整合、商业化合作上，适合和他人共享资源，通过杠杆和资本来放大自己的商业价值。今年8月份，你的个人正财运、收入渠道以及自我价值感上会迎来一次非常强烈的高光时刻。你可能会有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到账，或者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商业变现路径，让你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但要提醒你的是，不要只是满足于一时的赚快钱，要把这股个人赚钱的高光转化为能够长期运作的资产和资源合作圈，这样才能真正帮你建立起坚不可摧的物质安全感。下面我们聊聊狮子座。狮子座的朋友在这2年里，其实一直在处理各种财务问题和深层的心理焦虑，但接下去你将彻底走出阴霾，你的核心会转向重要的合作关系、亲密关系以及人际联盟上。你不再需要一个人扛下所有的风雨，宇宙在让你找到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如何去组队打怪。今年8月份，你将迎来一次全方位的自我新生。你可能会对自己的定位或者人生方向做一个非常大胆的颠覆性重塑，让外界把聚光灯打在你的身上，成为绝对的焦点。但这次的光芒万丈也是在考验你。如果你依然死守着高傲的姿态单打独斗，光芒很快就会被稀释掉。你需要把你自己这个强大的个人 IP 与最顶尖的合作伙伴或者平台深度绑定，才能把这次人生的超级高光变成长久的胜局。接着是处女座。你们的精力被各种人际关系、合作方或者伴侣的需求牵扯着，容易迁就别人，平衡各方。接下去呢，宇宙要让你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你的核心重心会全面转向日常作息的优化、工作效率的提升、健康管理以及 AI 工具的深度应用上。这是你重新打造个人工作流，用新技术帮自己减负的关键期。今年8月，你的内心深处潜意识会迎来一次深刻的觉醒与清理。你可能会彻底放下过去困扰你许久的精神包袱和完美主义执念。这次深刻的内心清理是在为你做系统升级。只有当你放下了精神内耗，就能用全新的工作节奏和健康的状态去迎接接下去的飞跃。
再来看看天秤座，这2年可以说是被各种琐碎的工作日常或者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影响，但接下去你的运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重心会全面转向个人创意的表达，你会找回很多乐趣和爱好，感情上也有重要进展，适合把你的兴趣转化为创新事业，你终于可以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今年8月，你的社交圈子、行业平台以及粉丝群体里会爆发出一次超级强大的人气高光，比如可能会在某个大型社群或网络平台上爆火，吸引来他人的目光、关注。但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要把你爆棚的个人魅力通过这些平台工具转化成有粘性、有价值的社群生态，这才是你未来2年最宝贵的资产。接下来是天蝎座，这2年你可能在情感领域有迷茫和困惑，有时候会觉得情绪起伏大，或者创意很难找到真正的现实依托。接下来的这2年，你的重心会更收敛，回归到家庭上，你需要为自己打造一个稳固、具备现代化科技感的生活方式，比如用人工智能、科技来优化居家体验。今年8月，你的事业发展会迎来一次耀眼的高光时刻，部分人可能会获得升职加薪，拿到奖项，有利于各种品牌和曝光。但宇宙也在提醒你，事业上的高光固然值得骄傲，但如果你忽略了生活体验，这种高光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无形的精神负担。记得把事业带来的红利用来巩固你的家庭和基础，这才是你立于不败之地的底气。再来说说射手座，这2年你的重心大部分时候都被家庭事务、房产所牵绊，感觉自己的手脚被困在了原地，无法自由地奔跑。不过接下来你将彻底恢复灵动与活力，你会发现悟性提升，有利于新技能的学习，也适合做自媒体。总之，接下去你会更知道如何表达，这是你需要吸收新知识，学会用新工具为自己发声的2年。今年8月，你会迎来一次醍醐灌顶的顿悟，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新视角，也可能有学业上的新计划。好消息，部分人会有故地重游，或者有远方的机缘，比如旅行计划、移民之类的。但光有理想是不够的，你需要拆解成每天可以学习的具体计划，以及和可以传播的内容，用接地气的方式把你的远大抱负一步一步落实出来。下面是摩羯座，这2年你可能陷入了一种信息过载的疲惫状态，你学了很多东西，跑了很多地方，说了无数的话，但总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实际的收益不成正比，甚至有一种瞎忙活的无力感。接下去，宇宙要求你变得更务实，你的核心需要关注财务、商业变现能力以及真正核心资产的积累上。你需要好好盘点自己的技能，看看如何用新技术来提高你的产能。接下来是水瓶座，在这2年里，你可能很关注财务，也时不时怀疑未来的可持续性，但请注意，接下去你就是红利的中心，适合回归到你自身，这是你个人形象、主体意识以及人生赛道全面彻底蜕变的黄金2年，你会脱胎换骨，成为引领新趋势的先锋人物。接下来是水瓶座，在这2年里，你可能很关注财务，也时不时怀疑未来的可持续性，但请注意，接下去你就是红利的中心，适合回归到你自身，这是你个人形象、主体意识以及人生赛道全面彻底蜕变的黄金2年，你会脱胎换骨，成为引领新趋势的先锋人物。今年8月，你的核心合作关系、伴侣或者商业联盟上会爆发出高光时刻，充满实力和光芒的合作伙伴或者平台可能会主动找上门来与你强强联手，合作是来成就你的，而不是让你去依附对方。你要做的是借由对方的光芒和资源，彻底打响你自己的个人品牌，开启属于你的水瓶时代。最后是双鱼座，这
这2年，双鱼可以说经历了深刻的个人重塑。接下去，宇宙要让你学会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妨关注心灵的修养、幕后的蓄力、精神层面的升华。你需要学会放手，把很多不属于你的包袱交给时间。在今年8月份，你的工作、职场环境以及身心健康会迎来一次非常强烈的调整。你可能会在工作中打出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或者找到了一种高效、健康的生活工作节奏。接下去，不要再强迫自己去硬杠所有的风雨，学会隐匿自己的锋芒，在幕后借助科技和系统的力量去运转生活，这才是你接下去最高明的大智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分析了。如果你觉得有帮助，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